这个爆炸原因现在初步确定为反应釜 R8305A 底阀放料软管脱落，造成了大量的甲苯渗出，从那个钢平台就流到了楼下，然后呢又渗入到防爆照明灯灯罩内，产生爆裂，瞬间引爆。至于说为什么会脱落，是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，现在还不好说，因为这个爆炸的损失实在是太惨烈了，所有的监控系统全都被毁了，现在没办法查。我呢也整理了最近的这些新闻报道哈，但是这报道方向啊，从最开始对黄仁他们领导层的这个指责，现在转变成了对当天值班的这个保安的不尽职的事儿上来。那他们这是不是想找人背锅呀？高层这样就可以脱责，也不会影响黄仁的后续生产跟品牌形象。哦，对了。那个保安家里面我们也去了，他们家人现在都不敢出门，也挺惨的。家里边啊还有一小男孩，跟小星差不多，这见着生人根本孩子都不敢说话，我看着可揪心了。那个保安他怎么说呀？保安什么都没说，他就一直坚持说自己偷懒，跑出去喝酒，没做好检查工作。肯定是收了封口费。哎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，但是还好啊，幸亏啊，这事故是发生在深夜，没造成人员的伤亡。没有人员伤亡，你先等会儿啊。这事儿不对。怎么了？这是爆炸，如果真的是软管脱落导致瞬间引燃，人为去做的话，根本不可能跑出现场。所以，要么是有人故意掩盖伤亡情况，要么就是真的只是个意外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么巧？我不信，从60亿降到15亿，中间这么大的差价，就只是意外？要不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们俩再去调查调查去。不行，我们俩一会儿就去趟医院，再去趟殡仪馆。一会儿，不是，殡仪馆这大半夜的瘆得慌吗？大哥。爆炸呀！你当是钢铁侠呢？人肯定得去殡仪馆啊！老唐，你放心吧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。注意安全啊！先不说了，挂了啊！我是欠了个大人情啊，本来跟人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你欠他们的人情，是我欠他们的人情，跟你没关系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啊。当年那篇报道是我写的。这是我欠你的，唐晨。我当初跟你认识，不是刻意为之。我那天跟你喝酒说的话都是骗你的。不重要。和你认识是巧合，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记者是你。你不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仇吧？是，我搞垮了拓维，怎么说都像是欲盖弥彰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好不容易回当家，能不能别想这么多？总之，在我这儿，我不希望你那么累。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过于有正义感了？我说咱明天再去调查去，干嘛现在就去啊？这肚子还饿着，没吃饭呢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让你吃肘子，大肘子。嘘。大哥，有片儿吗？什么片啊？爱国主义教育片儿，还什么片儿？能有什么片儿？是不是男人？太精了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这什么片啊？少跟他废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63条第1款之规定，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。
我现在就打120。哎，大哥，别打110啊！我这不是急着用钱吗？想赚点快钱。家里还有2个弟弟要上学呢。大哥，求求你别报警啊！别报警！千万别！大哥，报警干嘛呀你？干嘛呀？别拉我呀！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你？拉我呀，大哥！干嘛呀你这是？什么？你干嘛呢？干嘛呢你们？他们非打我今天！不是。干什么呢？他们耍流氓！什么？警察同志，坐。哎，知道为什么抓你们进来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就刚才那女的吧，她拿了好多黄片儿，您可一定明察秋毫啊！这是她拉着我们不让我们走的。黄片儿？对，警察叔叔，我是名律师，我们当时已经严词拒绝他了，并且告知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63条第1款之规定，以营利为目的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。不是会背诵法律条文，就不会知法犯法。我们没有证据，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有证据吗？有啊，有物证，他那衣服里边全是碟片啊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证据啊？就是这个物证。好，小周，来，给他放。这什么呀？不是那后边呢？上套了。别担心，他们有消息会联系我的。你相信我吗？当然，我不相信你，我陪着你这么折腾。你也觉得叶守如是恶人？凡事要讲证据嘛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喂，哪位？您好，请问是唐晨先生吗？我是。我是湖滨派出所民警，我姓张，警号528-796。沙洲和祝然在本所管片区宾馆内，因涉嫌猥亵妇女被依法拘留，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。我明白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老沙和祝然被人算计了，他们俩现在被关在派出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可能被人盯上了吧？调查黄人被叶守如发现了，有可能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得马上赶过去一趟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他们因为我被抓的，我不可能在这干等着。你一去，可能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。他们俩处境可能更危险。别担心，在家等我消息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这儿走不开，孩子在家呢。老唐，所有事儿都交给你吧。老沙是我老公，他能干什么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我相信他。你告诉老沙，我在家等着他。
你那傻爹就是属哈士奇的，一放出去了就不知道回来。说好的视频到现在一个也不打过来，哼，不想活了。喂，您好，哪位？黄律师你好，我是唐晨。哎，唐总您好，有事吗？祝然现在在派出所。派出所？他怎么了？喝酒了还是打架了？都不是。那怎么了？据说是性骚扰。性骚扰？当然，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。我刚在网上订了最近一班的飞机，现在马上赶过去。对方人证口供都有吗？他们有人证吗？你先别急。首先呢，我相信祝然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另外呢，就是我打电话给你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情况。还有就是因为你是律师，我也想咨询你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里面有人在吗？找谁呀？你好，我是祝然的律师，想就昨天的事儿了解一下情况。姑娘，我想。律师是吧？哪来的？我想问一下当事人接不接受调解？不接受。钱都好商量，昨天的事儿也没有证据。你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你这个属于人身侮辱，我可以报警的。报警？啊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眼神不好。拨不通是吧？这儿一直没信号。姑娘家的，没事别东跑西颠的，伤着自个儿。啊，赶紧回家，陪老公好好过日子啊！哦。啊，没事吧？那个，这是我的律师证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不能泄露客人信息。小姐你好。哎，大姐，前几天有2个大概身高1.85米。你说这事儿啊，那我知道，就听到他们那头啊吵吵闹闹的，衣衫不整的，正跟他们拉拉扯扯呢，说他们欺负他。从我们有意识以来，我们就知道，在这一生当中，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，无论是死亡，或者是一段恋情结束。而我所感兴趣的部分，正是人们用什么方式来抗拒这种失落，是什么值得我们活在世界上？什么答案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团屎？
心吗？开心。姐姐希望你每天都开心。姐好。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觉得。喂，我们回来了。所有人，所有人，太好了，谢天谢地。还要跟你说件事儿。黄仁的案子我们会继续查下去，并不只是为了你。那还为了什么？不为什么。那算我一个。当然。说明你记住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来。经过我老婆的调查，及时提供线索，警察顺藤摸瓜，发现这卖碟女背后就是个诈骗团伙，早跟那保洁串通好了。幸好这次把他们给一锅端了。这还真亏是黄律师啊，要不然我们还回不来这么早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老婆。但是，你说，咱们是在哪个环节上暴露的呢？机票是小白在网上订的，行程只有我们5个知道，所以可以排除了行程泄密的可能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在当地有熟人吗？应该是有人从这儿过去的时候碰到了你们俩，而且这个人还认识你。会不会就是录音里那个人？其实我一直觉得录音里这个声音特别耳熟，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那咱们就想办法确定这个人是谁。我们再听一下。不是，能再大点声吗？这还能再大点声吗？已经是最大声了。这已经是专业的录音设备了，换其他的还没这个清楚呢。给我吧，我这儿啊有音量放大软件，能把原本的声音放大500%。您放心，媒体那边打点好了，明天我亲自去一趟，让家属别乱说话。你几点的飞机啊？早上6点25，买的最早一班。康利。耗子说了，慢点儿，你再慢点儿。我看你表演太拙劣了。臭皮匠说，我看他的心跳加速了，有戏。你再接着骂。耗子又说，这段给他读过了，是吧？那算了，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重复。
那就别绕弯子了。我今天能坐在这儿，就是无心伤害你，也希望你能卖我个面子。今天能坐在这儿，是因为你心虚。你应该感谢我，我可以让你弟弟后半生医疗无忧。黄仁现在正在研发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和 NK 细胞道微创技术。我那里有最好的设备和世界上一流的医生，可以给你弟弟终生免费治疗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开始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你是个好姐姐，你应该为你弟弟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，可以减轻痛苦的路，对吧？你要挟我？你选错对象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伺候这兔崽子，我早就烦了。你以为你抓住我软肋了？来，灰气拔了，拔呀！他死了，我他妈就解脱了。我活到现在，爹妈在天上看着，你以为我怕你？我们一家4口，死的死，瘫的瘫，就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，你觉得为什么？有本事，你当我面把他弄死，跟你一块下地狱，我不亏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怕死。那你弟弟呢？你真不在乎他？别碰他！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？你真想让他死，你早就放弃了。我说的对吧？收购黄仁，花了我10几个亿，那破厂子烧了也就烧了，无所谓。我真正关心的是他背后的研发中心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。你打探那些医生，我一个电话，他们马上过来，马上给你弟弟治病。你信不信？凭我的财力，你弟弟完全可以活下去，甚至都有可能站起来。死容易，活着也简单，半死不活最痛苦，是吧？你再好好想想，要是你爹妈还健在，他们会怎么选择？他们很可能这样说：荷西啊，带着你的弟弟好好活下去。哎，这边。西杭书。
轰了。不是怎么疯了呀？来晚了，别看了傻子，赶紧回去告诉老大。哎，你说这孙子是不是知道太多了？看你知道的挺多。怎么样？康利跑了。所以说呀，是康利先封锁了消息，然后他又引导舆论，八成啊，这个爆炸事故也是他做的。还有咱俩进局子的事儿，八成也是他干的。你好，我外卖到了。你叫外卖了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哎，兄弟，大哥，救救我呀！睡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没有仇人了。你知道录音里的人是谁吗？康利。康利。其实这些年，他一直在为叶守如做事儿，只不过叶守如现在想封他的口，他走投无路了，来向我求助。包括你父亲那件事儿，也都是叶守如一手策划，由他来操办的。他亲口说的。现在，你所有的推测都被证实了。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证人，接下来缺的就是物证。我已经让老沙去联系爆炸案的保安人员了，希望能够在他那儿得到证据。总之，等我们拿到认证物证，我们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。辛苦你了。就没了。今天叶守如来了。他怎么会知道手艺住在这儿呢？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。他说，黄仁正在研发一项新的专利，他可以为硕宇提供最好的设备跟技术，免费为他终身治疗。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你不会是想妥协吧？是，不夹杂任何私人感情。客观的讲，以叶守如的资源，也许真的可以把硕宇治好。而如果我们想扳倒他，无异于各奔拧大腿，过程不会顺利，结果也不一定能如愿。所以，就算你想妥协，
我也能理解。临门一脚，将他抓住软肋，是我的疏忽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给硕宇办转院，把他送走。但是换个角度想，叶守如能亲自跑来威胁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现在正是攻击他最好的时候。就算搭上我这条命，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怕吗？我要是怕，当初就不会选这条路。走到今天了，经历的事儿还少吗？接下来就算是怕，我也要一直把它怕完。你有这个态度，我就知道怎么做了。以前我不相信任何人，以后我做所有决定之前会跟你商量。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。放心，刀山火海，我陪你。老沙，星儿睡了吧？睡了。来尝尝。回家真好啊！不出去为民除害了？差点让人给害了。谢谢你啊，这么信任我。哎，我有一问题啊，你有没有一丝一毫，哪怕是一瞬间，对我有怀疑吗？有什么好怀疑的？就你这胆儿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心里没数吗？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来啊，来，小心入睡。有件事儿，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好事坏事？叶守已经发现了硕兵的弟弟，并且跑到医院去威胁他。哎，他还无法无天了，他这孙子还敢要挟？录音了吗？医院有监控，咱们可以直接告他。对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猖狂，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。之前我就担心，因为调查叶守如，会置大家于危险之中。现在看来，老大，你是想让我放弃吗？我们已经忙活了这么久了，离真相现在越来越近了，我们有机会扳倒他的。对呀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可是他死磕，老大。死磕。我肯定不会放弃，
因为他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，不仅之前把你们俩送进局子，现在又跑去威胁硕斌。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算清楚。但是，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私事儿，我不能把我们公司把你们每一位也都牵扯进来。所以我想郑重说的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所有人都退出。老大，别呀，老唐，老唐，对呀，老唐，不能这样呀，老唐。对呀，老唐。哟，好久不见你了，怎么今天有兴致了？您兴致更高，工作那么繁忙，还有空专程去医院看硕斌的弟弟。我是关心下属，那是我的本分。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？对与错对您来说还重要吗？行了，别绕圈子了。有什么话直说。这是我整理的当年化工厂爆炸案的所有材料，包括康利亲口讲的整个过程的具体内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？如果说你肯站出来，说明当年的情况，并且向当年的所有受害者道歉以及赔偿，我可以努力的尝试协调所有的人，不把这件事情闹上法庭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我脑子没问题，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想，当年我在报社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是您第一个向我抛出了橄榄枝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敬重您，相信您，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跟您有任何关系。我还记得您常说，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我也一直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铭，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良心。但是叶总，您的良心呢？你是来求我呢，还是来威胁我？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也是您其中的一份子。知道就好。其实这些材料我都已经碎了，我只想恳请你，不要伤害我公司的人，还有硕斌。你看当年拓维倒闭，你都没来求我，现在为了个女人值吗？不仅仅是因为她，可她是重点啊！怎么什么事儿一轮到她身上你就犯糊涂呢？您说的对。因为我也对不起他。男人要是没本事，那就是原罪。我劝你回去好好工作，要是再跌倒了，想爬起来，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记住。那咱们就法庭见吧。